最近天佑麦克斯霍洛威也是备受质疑，好多人认为他是轻量级前5里面最水的一个。其实他们的质疑并非是空穴来风，他们主要认为天佑的防摔太差，主要是与奥利维拉那场比赛表现比较拉胯，被并不是以摔跤著称的奥利维拉连续摔倒并按地上5个回合。天佑这场比赛确实拉了，好多人都感觉天佑不行了，什么奥利维拉没有给你摔懵啊，帕迪警犬军训你，我真服了兄弟们，这个帕迪跟警犬这2个人赢2场比赛又把他们当人了，这2个人顶多算是核心圈外2个小 boss 吧，实力真没有说多强，轻量级核心圈层这些人真不是一般人能碰瓷的，那都是悍匪级人物。天佑这个防摔对他来说可能是大短板，但是其他人的短板更长。我们先看看拉哥是怎么摔天佑的。拉哥先是用自己站立的重拳重腿拉快节奏，给天佑逼到笼边，贴近龙网有支撑点之后，拉哥的摔法很粗暴，既不抱腿也不靠脚感也不使绊子，就纯靠劲儿大，最后到了地面就好说了，拉哥就可以在地面上肆意揉捏了。拉哥这3板斧讲究的就是个快字，快速打乱对方的节奏，出其不意。别说天佑了，加姆罗特也让迪卢起来摔啊，他的摔跤水平不差吧，跟萨鲁坚摔的还有来有回呢，照样被摔着玩。这 ADCC 欧洲冠军加姆罗特地面表现还不如天佑呢，直接让秒了。而且天佑霍洛威这位选手吧，他的起身是大于防摔的，他的起身能力更强，只是因为这次的对手是 UFC 历史第1柔术大师奥利维拉被控得死死的，到地面其他人早被拉个秒了，更何况天佑扛了5个回合够可以了。而帕迪跟特种兵呢，这2个人的缺陷根本就掩不住。先说特种兵吧，他最直观的特点就是慢，如果不是他之前是特种兵的话，我都以为他是搞健美的，一身纯死肌肉啊，下潜太慢了，跟老太太鞠躬一样。在地面的表现也是过腿转换磨磨蹭蹭的，真的是看着人都心急。我觉得以他这个水平啊，想摔倒天佑就难，就是摔倒也控不住，谁家好人不好摔能让人家抓个断头台啊，直接让帕迪秒了，他这个速度劣势太明显。第2个帕迪，他这个摔跤能力太差了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摔跤能力，他秒杀格林秒杀特种兵都是在别人爆摔的基础上顺带做的，他这个人的摔跤水平真的堪忧，你就看他打老夜魔那场比赛的表现吧。而且他秒了特种兵，真不能表现他有多强，就跟那个马达 KO 拖鞋一样。这2个人我承认在轻量级的核心圈层之外有点实力，算是一个小 boss， 但是想跨个这个坎还是有难度，这2个人的缺陷还是比较明显的，而且核心优势也没说太大的竞争力，就是体格子比较大。而天佑呢，虽然说他的防摔比较差，但他的战力核心竞争力太强，天佑的战力水平在这个量级绝对的保3争2，而且对手质量也非常的高，并不是那2个边角料能比的。那大卫戴帕迪被老盖奇军训5个回合，那特种兵被老钻石军训然后终结，而天佑呢军训老盖奇和老钻石，注意是老钻石，兄弟们，你天佑叔叔虽然说这2场比赛表现不佳，但他的实力还是很强的。如果说哪天天佑真的爆冷输了这2个人，那你天佑叔叔还有更大的退路，因为 UFC 选手的终极理想终极宝藏 One Piece 康纳老爷表示自己的退役战还要打天佑，这我说白了，这比拿冠军还要爽，这状态下不下滑已经无所谓了。不过最终可怜的还是那个男人。